近年嚟，除咗美金同埋港紙之外咧，其他主要嘅貨幣啦都出現大幅貶值嘅情況。而隨住各國陸續放寬防疫嘅政策，香港咧已經有唔少嘅人啦係趁住低位去兌換一啲日元啊，咁準備咧去日本旅行嘅時候可以用得到嘅。不過眼見呢一啲外幣啦就越跌越多，咁原先以為已經係低位，不過原來啦低處未算低，咁都令唔少投資者心諗，咁早知啦當初就唔好咁快入手住嘅。不過依家日元兌換呢個港紙啦就已經跌至去到5.3算嘅水平，咁究竟依家係唔係一個值得趁低吸納外幣嘅時機呢？咁今日啦就想同大家分享外幣嘅貶值原因、嚟緊貨幣嘅未來走勢，同埋幾時先可以趁低吸納啊 ！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唔知所以外幣跌得咁慘烈，最主要嘅原因啦係美國聯儲局加息，引致美匯啦係不斷走強。因為美金嘅息口不斷上升，咁當投資者揸美金嘅時候咧，咁所賺到嘅利息啦會比起其他貨幣高㗎。就因為咁，好多投資者啦就會選擇將唔同嘅外幣啦就轉換成美金去賺更高嘅利息。而呢一個操作啦，我哋就叫做賺息差啦。第二，引致外幣貶值係其他國家嘅貨幣政策。當美國加息嘅時候，理論上其他國家啦，亦可以跟住美國加息嘅步伐，去到保護自己嘅貨幣，減低美金同埋自己貨幣嘅息差，減低套利嘅引誘，咁令到貨幣啦唔會大幅度貶值嘅。不過就因為美國嘅經濟近年嚟都比較強，咁所以美國啦就可以承受較大幅度嘅加息，去到壓低通脹。咁同時啦，唔會令到美國嘅經濟造成太大嘅影響嘅。相反，因為歐洲同埋日本嘅經濟就冇咁強，唔能夠好似美國咁激進咁樣去加息，咁所以基本上啦，所有外幣同埋美金嘅息差啦就會有一定嘅差別，咁都令到外幣啦係出現貶值嘅情況。咁就例如美國聯儲局由年初至今啦，就已經將息率啦係加至4% 㗎啦。不過其他國家，例如係歐洲同埋英國嘅加息幅度啦，都比唔上美國嘅。依家嘅息率啦，只係分別3% 同埋2%。而日本方面啦，就更加極端啦。咁為咗刺激當地嘅經濟咧，咁目前繼續啦係堅持實行呢個接近零利率嘅寬鬆貨幣政策，咁令到日元同埋美金嘅息差啦係變得非常之大，亦解釋到點解佢哋嘅貨幣貶值幅度啦係比起其他外幣係多啊。咁就因為美國嘅息口都明顯比其他國家高啦，咁所以好多投資者都會選擇賣出外幣買入美金，去到賺更高嘅利息啦。市場對美金嘅需求大幅增加，導致外幣嘅需求減少啊。而因為供求嘅原理，就解釋到點解美金嘅匯率係持續走強，而相反啦，外幣就一直出現貶值嘅情況。好，咁簡單解釋咗點解外幣出現貶值嘅情況之後，咁你會問啦，咁依家係唔係趁低吸納嘅好時機呢？正如頭先提及嘅外幣貶值嘅原因，咁其中最關鍵嘅因素啦，係取決於美國聯儲局嚟緊嘅加息政策嘅。咁雖然美國聯儲局喺過去幾次議息會議啦，已經係連續加息咗4次75個點子啊，咁係創咗歷史以嚟最大幅度嘅加息速度。不過根據 Bloomberg 嘅統計，普遍分析員啦都預計聯儲局係會繼續加息嘅。目前市場認為聯儲局啦會喺12月份再加息半厘，再喺下年嘅第一季再加息多0.25厘，咁先會係暫停加息嘅步伐嘅。而至於講到聯儲局有冇機會喺下年開始減息呢？根據分析員嘅統計，暫時嘅共識啦都要去到下年嘅第4季先會減息25個點子啊。可以見到，雖然分析員估計美國聯儲局會嚟緊幾個月再加息，不過估計啦個加息步伐就會減慢啦。咁呢點啦，對於外幣嚟講會有一定嘅支持作用嘅。而假如配合埋其他國家嘅央行，咁例如係英國同埋歐洲嘅中央銀行繼續加息嘅話咧，咁個息差啦就會開始收窄啦。咁變相啦就會令到賺息差嘅空間就冇咁大啦。而呢一點啦都會支持外幣嘅匯率嘅。考慮到依家普遍外幣啦已經係歷史嘅低位，咁再加上市場預計聯儲局會嚟緊開始減慢個加息步伐，
咁投資者啦，依家的確可以考慮趁低吸納外幣嘅。不過為咗減輕投資風險，咁用一個平均成本法分階段入手。例如係每個月頭兌換一次啦，會係相對穩陣啲嘅做法嘅。不過相對嚟講，假如日本央行繼續係唔加息，繼續堅持實施寬鬆嘅貨幣政策，咁我個人認為啦，日元嘅反彈幅度會相對比其他貨幣冇咁強啊。咁原因都係因為頭先提及過嘅息差問題。咁因為日本嘅央行唔加息嘅話咧，咁呢一個嘅 gap 咧都唔會收窄。咁變相持有日元嘅吸引力啦，都冇咁大嘅。相反，一啲加緊息嘅國家，例如係歐洲同埋英國，佢哋嘅息口啦就會同美軍啦係逐步收窄。咁變相啦，歐元同埋英鎊嘅吸引力就會隨住當地嘅央行加息而提高。咁變相啦，令到當地嘅貨幣嘅反彈力度啦，會係比日元強嘅。不過大前提都係要美國聯儲局肯開始減慢加息嘅步伐。呢啲外幣啦，先會係有運行。咁所以投資者假如係想投資外幣嘅話咧，咁就要特別留意住美國嘅經濟數據啦。因為聯儲局啦會因應目前嘅經濟狀況去到決定加幾多息嘅。第一要留意嘅數據當然係美國嘅通脹率啦。最近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嘅演講啦就提到，美國嘅通脹率冇想象中回落得咁快。咁所以咧會因應數據去到評估之後嘅加息部署嘅。咁所以美國嘅 CPI 數據會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第二，美國嘅就業數據亦都係聯儲局會睇嘅數據啊。目前美國嘅就業市場都非常之健康，咁失業率啦只有3.5%嘅啫。咁假如失業嘅人數依然係一個低嘅水平嘅話咧，咁代表住美國嘅經濟依然係幾強。咁變相聯儲局啦，仲有空間加息壓低通脹。最後第三個指標咁就係呢個美國 GDP 嘅增長數據啦。咁美國最近公布嘅 GDP 增長啦係2.6%，咁擺脫咗過去2季負增長嘅情況。如果經濟增長持續，美國聯儲局啦就有更大嘅空間去到加息啦。咁所以除咗及實美國聯儲局加息嘅決定之外，美國嘅通脹率、就業數據同埋經濟 GDP 增長嘅數據啦，亦可以俾到投資者一啲啟示，聯儲局之後嘅加息部署嘅。不過以目前嘅情況，假如聯儲局嚟緊開始減慢加息嘅步伐嘅話咧，咁整體所有嘅外幣啦都會有一定嘅反彈空間。咁所以投資者可以考慮用一個定投嘅方式，趁低吸納相關嘅外幣啊。好，希望今日嘅影片都幫到大家。咁最後，如果大家係想支持我嘅創作，同埋想收到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話咧，咁都歡迎大家啦去 join 我嘅 page。咁詳細嘅資料啦都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